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寻找小时候的味道。今天来做一款既暄软又有汤汁的小笼馒头。汤汁的做法很多，今天做一款简易版的，姜可以去腥，也可以暖腹，帮助消化。嫩嫩的头口感最好，切细丝，泡上醋。醋的选择随你自己，不少上海人都喜欢宝鼎康乐醋，味道清爽，带点甜味，很适合蘸小笼馒头。最老的部位把它切成末或者搓成泥，泡出姜水用来和猪肉馅。中间的部位用来熬汤，先要打一巴掌。罐头鸡汤用葱姜煮可以更香，煮10分钟让它收一些汁，味道更浓。过滤后一定要把它放凉，才可以放吉利丁粉。吉利丁粉的主要原料是鱼皮，富含胶原蛋白，所以也可以美容。汤冻可以做得浓一点，搅匀煮开，取一个大大的盘来把它放凉。盘子一定要大，薄薄的一层，之后切丁才容易。如果你家的冰箱小，可以分几个容器，冰箱冷却后就可以切丁。汤冻的部分通常我会提前1天把它做好。猪肉的肥瘦比例大约是3:7或者4:6，我用的是前腿的梅头肉，如果你用比较瘦的后腿肉，可以加一些五花肉。如果你有时间自己剁肉，可以考虑把肥肉和瘦肉分开，顺便把夹在肉里的筋膜和血管也去掉。瘦肉和肥肉分开是因为瘦肉吸水，肥肉不吸水。多做这一步，肉馅的口感会更有弹性。分别剁好备用。如果你是买来的肉馅也没关系，直接就来调味。这里的咸味加倍是因为汤冻是淡的。搅匀一直到肉馅拉丝，还粘在了碗壁上。冷却30分钟以上，肉馅会凝结，包起来更方便。用糖、水把酵母先养一养。包子暄软又要不吸汤，这里就要先加一点油。至于为什么，你可以看到视频的最后。加盐是为了增加筋性，再把它拌匀。这个面团水分充足又带油，很容易就成团了。左右手轮流用力揉2分钟。揉面的时间很短，但是要尽量揉出筋性。手掌用力往前推，再把它带回来，能感觉到面团和台面之间的互相作用力。2分钟就柔软了，不需要光滑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成型。成型的时候，希望这个面团能够光滑，所以要轻轻地呵护着它。把面团1分2，一半的面团密封好，直接放入冰箱。台面上不要撒粉，直接搓条会更方便。这个时候在台面上撒一点点干粉，面剂子的光面朝下，用掌心按压。擀皮中间厚，四周薄。皮子要擀得圆，它的窍门就是往皮子中间擀的时候用力，收出来的时候不用力，大约擀1/3。一边擀一边转，用点力，几下就好了。面皮的大小和你的手掌大小有关，通常是8-9厘米，3公分多一点，不要太大，不然包的时候很累。馅料通常和面皮等量，如果是新手那就少包一点。
放线芯的时候，左手的手指微微弯曲，像一个小碗一样。右手把线芯抹匀，线芯的表皮几乎是平的，留出1指宽的边缘，不要碰到线芯。现在开始包起来。你的右手只负责打折，不要拉，不要扯，不要转。大拇指在里，食指在外。你的左手就是托住这个包子，往右手送。记得还要把肩膀放松，褶子才打得漂亮。洞口越来越少，左手的大拇指就可以取出。这时候的包子底是扁塌塌的，用左手裹住包子，把身材拔高。同时把左手侧过来，右手就方便收口。收口的时候是可以往上轻轻地提一提，把花纹拉直。身材立体，褶皱均匀，小包子就做好了。醒面的时间短，但是对温度是有要求的。通常会放入预热到50摄氏度的烤箱。我呢更喜欢自己的土办法，适用于竹蒸笼，就是把蒸锅的水烧开后就把火关掉，让锅里的蒸汽隔着蒸笼盖子，再遇到包子的时候热气就没有那么多了，这样醒发的效果相当好。10分钟后，小包子变得又白又饱满，好可爱。再把水烧开，上气后蒸10到12分钟。Oh, look at it. 和面的方法很多，首先要确定自己想要的口感。传统的大包子气孔发得大，吃起来很暄软，但气孔大的问题就是汤汁完全被包子皮给吸收了。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就是让它发酵，但只能发一点点，那包子吃起来就会比较蓬松。因为发酵发的嫩，所以面团里还有一些死面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看过我上一期的油条视频，你就会知道，泡打粉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许多均匀的小气泡，这些小气泡填充在酵母气泡之间，那么这个包子虽然是嫩酵，但是它是松软的。和面的时候还加了一些油，油还能够裹住一部分的面粉，使得一部分的面粉粒之间不粘连，更加光滑，所以这样的面团就能够保住大部分的汤汁。和面快，揉面快，包的也要快。第二个难度就是确保在短短的10分钟内酵母能够成功的发酵。酵母是活的，它要感受到30度左右才能发酵的最好，而且还不能超过60度，不然它不高兴。同时，我们设定的环境温度和酵母感受到的温度还有差异，所以环境的温度要比30度高。希望大家不但能做出美味的带汤小笼馒头，还能够找到烹饪的快乐。谢谢。